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，人权一词本就是水月镜花，是很多人人志士追求一生却求之不得的梦幻泡影。王族显贵只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黎民百姓只想要踏实种地求个温饱。人权无论对他们哪一方而言，都是一个遥远又可笑的词。维持渔民政策就需要苛政严刑峻法。在严苛的封建统治时期，达官显贵们发明了不少专门惩治女性的刑法，而裸刑就是其中一种。乍一听这名字，似乎意思都摆在了字面上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猫也只能说你太单纯了。今天的节目，猫也就为你揭开谜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在古代，女子的地位非常低下，这是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的。因为古代社会是父系社会，也就是男权社会，男子地位要远远高于女性地位，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存在。女子要三从四德，所谓三从，就是在家里要听父亲的话，出嫁了要听丈夫的话，如果丈夫死了，那就得听儿子的话，为的就是不让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考，也不给他们机会，因为他们不想再一次被挑战权威。中国唐朝出现了历史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，对于古代男性来说，这是极大的挑衅。后世就给女子设立了越来越多的框架，预防再一次发生这一类事件。古代对女子的不公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上的，女子无法外出谋生，因为那个社会没有女性的工作岗位。在古代，女性犯人被斩首的时候是不允许穿上衣的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个真相，猫也估计很多人没办法接受。古人斩首的情景，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中看到。一般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会被官员下令在秋后处斩。到了犯人斩首的那一天，是放在大庭广众之下。到了53刻，官员扔下一块带有斩立决的牌子，并大声说出斩立决。这时候，刽子手会在他的刀上喷一口酒，然后手起刀落，犯人就这样子被处决了。不过，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被处决的对象是以男性为主，事实上，被处决的女犯人还是不少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女犯人被处决的时候，往往是要把她的上衣脱掉，这对绝大多数女子来说是一种侮辱。其实，在处决的时候，男性犯人的上衣也是被脱掉的，但是性质还是不一样。因为在古代，男子可以袒胸露乳，平时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约束，而女子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得非常严实，不能将自己的皮肤裸露在外面，要不然会被街坊四邻说三道四。为何会出现这个规定也是有原因的，其中第一点就是为了能够验证犯人的真实身份，防止有人替代。在古代，有权有势的人是比较多的，他们的子弟如果犯罪了，就会想方设法去解救，花重金找个替身也是一种方式。所以为了让罪有应得的人伏法，就要验明正身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方便斩首，有衣物穿着有可能不能一刀成功，增加负担。其实一开始这种规定是无关性别的，只要是犯人要被斩首的时候都不能穿衣服。到了后来就变了，因为古代社会对女子的要求越来越严苛，慢慢的就开始变成专门针对女性罪犯的一个规定。古代女子一般都是将自己的名节看得非常重的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裸露身体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儿，因此这也算是对女犯人的另一种惩罚。其实这条规定为何能够在古代推行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官员的恶趣味，他们想侮辱那些犯了罪的女子，但是那些犯了罪的女子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已经是罪人了，如果违反规定，有可能会罪加一等，反而得不偿失了。不过并不是所有犯了罪的女子都会遭受到这样子的处罚的，一般来说都是奴隶或者是平民百姓。有权有势的女子即使触犯了法律，也会给她一个体面的死亡方式。很多我们都会在电视剧中看到，比如赏赐她白绫，让她自己上吊自杀，或者是给她毒酒，喝下毒酒可以留下全尸。古人对于尸身的完整程度是非常重视的，死亡后还要入土为安。古代是很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社会，如果犯了同样的罪，女子受到的惩罚要远比男性的重得多。别的不说，就在男女关系上，
对于男性的形容词是风流多情，而对于女子的形容词却是水性杨花，一扁一包，显而易见。自从人类逐渐衍生出穿衣文化，露出肌肤就是一种巨大的羞耻，更不要提裸刑那种惩罚性的裸体。裸刑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最终对犯人生命的处决，而在于对犯人身份人格的贬低和侮辱，是直接剥夺了犯人身为人的自尊，从根基处摧毁人的全部心智。裸刑这种只针对女性的下流刑罚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满足了男性统治者的恶趣味，却无疑将裸刑的杀伤力又加大了一层。其实对于一般刑事罪的女犯，如何处置他们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是不太关心的，甚至有时也会发展善心，避免其受辱。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对统治机构构成威胁的女犯的时候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在妇女地位一向低下的古代中国，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性，肯定都是在政治上具备极强号召力的，或者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，而且他们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声望，单纯将他们处死并不能影响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，搞不好甚至还会激起人们对他们的同情。因此对统治集团来说，如何消除这类女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这种影响，才是决定对他们施以何种刑罚的核心。施以裸刑牵扯到中国人下意识里最忌讳的那个性字，无疑是从根本上摧毁人格形象乃至精神影响的最佳捷径。可悲的是，裸刑也造就了整整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。裸刑处决本意是统治阶级用于恐吓人民的，事实上反而为无聊看客增加了茶余饭后聊资。对于此类人来说，这些女人犯了什么罪，为什么要处死她们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能欣赏到女人的身体，而且他们在主观上对裸刑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，并且更加热衷于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渴望以及好奇心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，无论男女，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，女性的身体当然更忌暴露。于是我们的国情是，女性的裸体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，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象去窥视、消费和发泄。强迫女性裸露的这些场面，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，不知羞耻，对其身体没有任何主权，其身体不过是男性把玩的物品和亵渎的对象等信息，包括了更深刻的对妇女的歧视、压迫和贬损的意义。好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平等的社会，不用再被差别对待，就连刑罚也变得人性化了，更加注重每一个人的人权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爷就先讲到这儿。各位老司机还知道哪些古代专门针对女性的刑法？赶快在视频下方分享出来吧，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